3个游戏1个盒子，这便是07年发售的成盒，里面装着玩家们期盼已久的游戏。What's inside the orange box? 半条命2第2章。传送门。以及军团要塞2。其中军团要塞2一经出现，便受到无数玩家们的关注。漂亮的画面，丰富的职业，平衡的地图，新颖的游戏模式以及快节奏、紧张却又愉快的战斗，得到了玩家们的广泛认同与喜爱。不过呢，就在今年，军团要塞2也惨遭山寨。这便是迅雷游戏大抽风。从画面上来看，无论是人物造型，还是职业设定，甚至武器和场景，都与军团要塞2十分相似。这直接就是照搬呐！在这个视频里，我将介绍大抽风是如何山寨 TF2，并依然敢宣称是自主设计和开发的。太无耻了！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想玩到大冲锋内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要有内测号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和人品，因为即使你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，也有可能会吃闭门羹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进入了游戏。我们能看到，在界面方面，这个大冲锋啊，做的和一般的网游差不多。现在我们来选择一个队伍加入，因为这个游戏不能在中途换队，所以在这里一定要选好。现在有人会说了，哎，老二，这游戏目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抄袭啊。事实上，当你按下进入游戏的按钮时，抄袭就开始了。好吧，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块黑板，这个黑板怎么这么像军团要塞2的黑板啊？为什么一定要用黑板？难道不能换个地图什么的吗？而且要用黑板也行，为什么非要弄一个风格与 TF2 那么相近的黑板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选职业的画面，我们就选火箭兵。我们先随便选这个火箭兵，我们先简单看一看。映入我眼中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血槽，与军团要塞2的血槽非常相似，标注了人物的职业和血量。除了在掉血的细节上与军团要塞2有一丁点儿的区别之外，我就没再找出任何与军团要塞2不一样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看到右上角的击杀信息，又是一个克隆 TF2 的部分，甚至还照搬了 TF2 的助攻系统。我抄的这么明显，你还敢好意思拿出来？这真的是在坑爹呀！甚至于你在被打死的时候，还会出现一个与 TF2 一模一样的画面定格。你看，完全是抄袭军团要塞2啊！在地图里转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了酷似军团要塞2的弹药和血包，而大冲锋的弹药盒仅仅是去掉了盖子并横放了火箭，血包则是加长并染成了黄色。也不对，是里面装着黄色的液体。为什么里面要装着黄色的液体呢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知道的比较好。在地图里转了一会儿，我发现这地方怎么那么像军团要塞2的农场地图啊？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，两边都从门的右侧往外走，在前面的路口左转，继续往前走，然后看到小木棚之后转到它的正面，从正门进入。你看这游戏做的连控制点的样子都差不多啊！总之从正门过去，再回头看一眼，两个小木棚就是一个人造的，这简直是他的
的坑爹呀！大冲锋仅仅是把右侧的木屋改成了草堆，把正门口的草堆移到了侧面，还把 TF2 的控制点从三角形改成了圆形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抽风猎奇的碰撞系统，太可怕了！大抽风诡异的碰撞设定让我十分无语。有时你可以穿过队友，有时你却不能；有时你可以撞到对手身上，有时候你又能从他们身上穿过去。看着鸟屎设计，他把我挡着上不去，像猴一样在这跳来跳去的。被这屎游戏这么折腾，能玩好才怪。我习惯性的按下 TAB， 然后看看自己的成绩。被俘？这是什么鸟东西？我来解释一下。在这个游戏里，被俘就是被杀的意思。多么脑残又透露2B 气息的设定啊！被俘等于被杀，小学生都知道被俘是什么，而制作这游戏的2B连被杀和被俘的区别都搞不清，我了个！事实上，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在迅雷官网的底部写着本游戏适合所有年龄段玩家，所以他们把被杀改成了被俘。好吧，被俘就被俘吧。那么你为什么定格镜头写的却是杀死你的人呢？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令人浑身蛋疼的5个职业。啊！我抽风，我大抽风了！我大中风了！我大中。首先，这些职业都在他们的袖子上佩戴着与 TF2 风格相同的臂章。正式开始，第一个职业火箭兵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。整体形象山寨了 TF2 的士兵，但是他背后背着的电线，这一点儿却又有点像是 TF2 的工程师。他的第一个武器火箭筒，好吧，我真被打败了。从第一个动作就开始山寨，发射火箭的姿势都一模一样，射出的火箭都是同一个厂家制造的，搞山寨也不用搞得这么彻底吧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火箭跳，准备跳，哎，跳不起来，再跳，再跳。还跳不起来，哎，怎么搞的？怎么跳不起来？我不信，再来一次，哎，这，好吧，这个游戏根本就没有火箭跳。既然你要山寨，你就山寨一个完整的，你这一会儿山寨一会儿不山寨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算了。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真正的火箭跳，长长见识吧，孩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2号武器咸蛋枪。好吧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！老天啊，快让这个视频早点结束吧。第3个武器消防斧我不再多解释了，你懂的。第2个职业重机枪手，迫于压力，他们把他的外形改成了一个卖鱼的鱼老板。对，鱼老板。他的第1个武器转轮机枪，虽然与 TF2 的机枪有点区别，但是我们都懂的。2号武器咸蛋枪，动作跟之前的火箭兵一模一样。猜猜他的肉搏武器是什么？对啦，是反曲刀。狙击手的刀用来切鱼，不错。与 TF2 不同的是，大抽风的重机枪手可以一边跳一边开火。不过，这唯一的一个特点，居然还是跟军团要塞经典版抄的。看到这诡异的开火了吗？我的枪明明在右边，而我的子弹却是从左边射出来的。下一个狙击手，没错，他们把狙击手换成了个女的。想以此逃避抄袭的嫌疑。第1个武器狙击枪，他们再一次成功的侮辱了玩家们的智商。现在我们看到枪身上写着 Sniper Gun。对于这神奇的英文，我只有一句话可说：我们都知道狙击枪的英文是 Sniper Rifle， 好吧，你不写 Sniper Rifle， 你哪怕写 Sniper Gun 也行啊。再不行，你直接写杠也比 Sniper 杠要强得多呀！拿这种低级的语法错误去故意的表现幽默，真是一群傻。狙击枪居然还有蓄力，我都懒得吐槽了，请各位自己看吧。我需要吐一阵儿。再来看他的2号武器手枪。
无论样式还是姿势，都与军团要塞2的侦察兵有着极高的相似度。肉搏武器，呵呵呵，电击棒，哎，电，把那些制作这游戏的该死的家伙都给电死吧！哈哈哈哈。下一个突击兵，好吧，关于这个人物，我还真就没法形容他。装备突击步枪，射速像老牛拉破车一样。2号武器手枪，这次倒没抄 TF2， 改成了抄反恐精英起源啦！混蛋，真的有必要连姿势都抄的一模一样吗？对于连持枪姿势都没有创新能力这一点，我真的是无语了。训类大哥们，恁真高！我操！3号武器小刀，小刀几乎成了每个射击游戏的必备武器。不过大冲锋还能不能算是一款游戏，让我质疑。4号武器手雷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拔开弦扔出去爆炸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槽，这个槽满了，你就可以又拿到一颗手雷。好吧，这又是抄了军团要塞2狙击手尿瓶的冷却系统，我真的是无言以对了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终于到了最后一个职业了。我们来看一看喷火兵。如大家所见，喷火兵是一个小丑。我可以肯定一点，迅雷是为了避免被眼睛雪亮的大众发现抄袭，才修改了喷火兵的外形。因为你即使现在登录大抽风的官网，也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喷火兵的设定造型，而这个造型正是抄袭了军团要塞2的喷火兵。大抽风抄袭抄的我想死。喷火兵装备一个外形猎奇的喷火器。至于那个油表盘，我确实觉得眼熟，但我就是想不起是哪个游戏的。如果哪位知道，请在弹幕中提一下吧，谢谢。他的2号武器咸蛋清。第3个武器，这是断了一半的剪刀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说到喷火兵，你知道最擦蛋的一点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在大冲锋中，你被烧着是根本看不出来的，你只能通过血条慢慢的减血和近乎看不到的屏幕4角来知道，哦，我他娘的着火了，赶快找血包啊！我们回头来看看，大抽风就是一款人设抄袭、地图抄袭、职业抄袭、系统抄袭、画面风格抄袭的垃圾游戏，而它的可玩性连军团要塞2的一半都达不到。所以珍爱生命，远离山寨，特别是远离大冲锋，我是认真的。哎，你觉得大冲锋怎么样？就像狗屎一样。